车门打开，一个身穿白色休闲装的中年男人走了下来，而从其他几台车上下来了10个身穿黑色西装的男人，看样子应该都是保镖。只是看这些西装男人的眼神凶悍程度，以及身上所流露出来的危险气息，明显要胜过那些行星安保公司的高级保镖。他们行走间所展现出来的气质，似乎真的上过战场，杀过人。丁英义脸上的肌肉颤了颤，他迎上前去说道：这位先生，我们已经道歉了，航星公司也是人受伤车受损，我想这件事情应该可以结束啊。休闲装男人斜眼看了看他，你算是哪根葱？你说结束就结束？苏无忌双手插兜，看着此景，表情带笑，但是眼睛里却明显有些想念和亲切。白旭阳也笑起来了，然后揶揄地看了看两股战战的秦桂林。之前电话里秦冉龙说过待会儿见面要打烂秦桂林的屁股，果然这还没过多久呢，还真就见到了。被人这么贴脸嘲讽，丁英义的心里也满是不爽。他深吸了一口气，这位先生，我看你有些面生，应该平时很少在首都出现。的确，由于航星安保公司和首都大部分的所谓权贵都有一些合作，像秦远龙这个年纪的世家大佬，丁英义基本都认识。那些现在还不认识的，肯定以后也不需要认识。休闲装男人呵呵一笑，我确实不太在首都出现，所以呢？丁英义确实是在气头上，强忍了一肚子火，说道：周新家对苏无忌的态度有些冲动，我认为他已经为此付出了严重的代价，所以不妨大家各退一步，以后见面了也能打个招呼，没必要互相不给对方留后路。毕竟他停顿了一下，意味深长地补充道：毕竟阁下来首都的次数太少，可能不知道首都这个地方水深得很，到处都是卧虎藏龙，得罪了谁都不好。此言一出，白旭阳和秦桂林都用看傻子的眼神看着他，后者也不想着逃跑了，只想留下来好好看看这场热闹。休闲装男人听了点了点头，说道：你说的对，这话我很认同，首都的确卧虎藏龙。丁英义以为他要退让，于是冷笑了一声，说道：所以请教一下先生的高姓大名，全当借着此事交个朋友。休闲装男人说道：秦冉龙。丁英义说道：好的，秦先生，以后阁下再来首都，我若是有空也能尽个地主之谊。等等，你说你叫什么名字？秦冉龙。他瞪圆了眼睛，看着眼前的男人，眼睛里满是惊疑不定和难以置信。秦冉龙呵呵一笑：航星安保公司的执行总裁居然也是个脑子不灵光的家伙。丁英义的额头已经全是汗珠，贴身衣物也快要被汗水湿透了，他简直感觉自己快要疯了。这怎么遇见了传说中的超级大佬了？本来他还以为这个中年男人这次站出来出头，只是想要趁机拍一拍苏无忌的马屁，和这位最近首都的大红人套套近乎。谁能想到人家当年可是真正的超级红人，自己刚刚居然还把现在秦家的影子家主威胁了一通。丁英义一下子慌了，他立刻深深鞠躬：秦先生，对不起，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了。秦冉龙拍了拍他的后脑勺：你小子，是刚刚好像还威胁我，告诉我首都的水深得很。是我浅薄了，是我无知了，请秦先生原谅。丁英义连连解释：你最大的浅薄无知
不是没有认出我，而是来找小无忌的麻烦。秦冉龙冷笑着说道：不敢，我只是来见一见苏无忌，和他说几句话。丁英义的脸色都惨白了。不敢的屁，你有什么不敢的？秦冉龙说道：如果小无忌旁边没有白旭阳他们撑腰，怕是现在早就被你派人沉到河底了。我说的对不对？丁英义不敢反驳了，只能不住地道歉。就算是不沉江，以周清家的行事方式，起码也得把苏无忌打成这辈子生活不能自理。我平时懒得管首都小辈的事情，但今天遇上了，也算你们倒霉。秦冉龙语带微嘲地说道：所以我们来聊聊今天这事儿，你们航星安保公司准备怎么评了？丁英义深深吸了一口气：该怎么评，请秦先生开口，我们一定尽力满足。啪！秦冉龙直接打了他一耳光。你的诚意呢？还敢让我主动开口？秦冉龙冷冷道。我……丁英义鞠着躬，连头都不敢抬，说道：秦先生，我们航星公司里说不定有您的老朋友。他的话还没说完，脸上就又挨了一巴掌。其实这两耳光的力量都不算多大，可是侮辱性却太强了。秦冉龙打断了他的话，嘲讽地说道：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打算的，你肯定已经在想要搬出航星的几个大股东大董事来压一压我，但我可以告诉你，你但凡真的这么做了，那么被沉江的一定是你。丁英义仍旧保持着上半身和地面平行的90度鞠躬姿势，他说道：我们愿意拿出最大的诚意，赔偿给苏无忌先生一笔精神损失费，数目一定让他满意。赔钱？苏无忌觉得这诚意就挺足的了。他是个很好满足的人，这种小冲突只要钱到位，没什么不能解决的吗？他刚想开口，就又听到啪，丁英义的脸上又挨了一耳光。秦冉龙冷笑着说道：钱算什么？小无忌缺钱吗？你赔给他精神损失费，就是在侮辱他。哈，侮辱！听了这话，苏无忌简直欲哭无泪。他真的很想让航星安保狠狠侮辱自己一下。眼看着自己每一条建议都不能让秦冉龙满意，丁英义也快彻底慌神了。是，我再想想别的诚意。秦冉龙想了想，说道：这样吧，你把航星安保总部大楼从上到下给我砸了，然后在首都几个黄金地段大楼的外立面大屏幕上公开向小无忌道歉，连续道歉1个月。是。丁英义说道：我回去之后一定立刻向董事会汇报秦先生的要求，一定会尽力促成。毕竟在这么多黄金地段公开道歉1个月，航星安保的脸都要丢尽了，董事会肯定不会同意的。到时候倒霉的肯定是自己这个执行总裁。秦冉龙抬手又要抽丁英义的耳光，苏无忌立刻上前笑着说道：冉龙叔，您要是让航星安保给我连续道歉1个月，我这名字还不得天天挂在热搜上，那可就真出名了。秦冉龙很认真地反问：出名不好吗？你们年轻人不都喜欢出名吗？苏无忌说道：我喜欢低调，不如就让他们把公开道歉的钱折现给我好了。丁英义听了松了一大口气。对于他们这种国内顶级安保公司来说，宁愿破财也不愿意丢面子，尤其是这种连续公开的大规模道歉，那就意味着高端客户们将不再信任他们。不过丁英义在看向苏无忌的时候，眼睛里的震惊明显就更多了一些。
他真的想象不出来，为什么这个年轻男人会得到秦冉龙这种世家大佬的青睐。后者言语间对苏无忌的喜爱程度，简直像是对自己的亲儿子一般。秦冉龙说道：那这样会不会太便宜他们了？苏无忌笑道：那就让他们把重新装修总部大厦的钱也一起折现给我好了。说完之后，他振奋无比，看起来大度地说出了要钱的话，这感觉真的太爽了。起码在财务面前终于可以抬头做人了。既然无忌都开口了，那事情就这么办吧。你们也是幸运，遇到了一个这么实诚老实的孩子。秦冉龙说道。此言一出，秦桂林和白旭阳互相看了看，实诚老实，这和他们认识的苏无忌有半点沾边吗？秦桂林小声嘟囔着：我叔这是对苏无忌有多大的误解啊？他怎么就不能误解我？秦冉龙冷冷说道：恒兴安保要是再让我知道你们敢找无忌的麻烦，那么……丁英义说道：绝对不会，请秦先生放心。秦冉龙看了看被抬出来的周清家，淡淡说道：我想一个对小无忌怀恨在心的人，应该也不愧再担任你们的海外事务总裁了。呼。丁英义说道：那些董事们确实很欣赏周清家，但我一定会说服他，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周清家辞退，请秦先生放心。其实对于恒兴安保的董事们来说，保护周清家和承受秦冉龙的怒火，这两者二选一的话，是再简单不过的题目了。今天晚上的主动挑衅，注定会让周清家成为公司弃子。行，你们这么说，我就满意了。秦冉龙说道：明天中午12点之前，把钱打到无忌账上。如果不是……丁英义连忙说道：没有如果，没有如果，一定办到。滚吧！秦冉龙挥了挥手，丁英义如获大赦，连忙催促手下们上车。秦冉龙又说道：我还真是老了，变得仁慈了。要是年轻时候，你们每个人要是不废了一只手，根本别想离开。丁英义听了，脚下拌蒜，差点摔倒在地，赶忙转身连连千恩万谢，就差跪地磕头了。苏无忌不禁感慨，靠着长辈们赚钱实在是太轻松了，自己明明可以当一个混吃等死的富二代，为什么要天天冲在第一线？老爸居然还明令禁止他的那些老朋友出手帮自己，甚至不让那些富婆小妈们偷偷给自己塞压岁钱，哪有这样当爹的？秦冉龙对苏无忌说道：无忌，你也真是的，做人不能太善良了。苏无忌嘿嘿一笑：冉龙说啊，你是第一个说我善良的，其他人都说我是十恶不赦的恶棍。他们知道个屁，和你爸比你善良多了。秦冉龙说道：以后你在这方面就得多学学你爸，斩草除根还不算完，起码还得再掘地3尺，把人弄死了还不算结束，起码还得挫骨扬灰。是冉龙说，我记住了。苏无忌立刻笑着说道：对了，我今天帮你出头的事情，你可不能告诉你爸，不然他又得唠叨，我违反了规矩。秦冉龙笑着拍了拍苏无忌的肩膀，眼睛里满是喜欢。不过下一秒，他的笑容陡然一收，喊道：秦桂林，给我滚过来！白旭阳的眼睛里立刻满是幸灾乐祸。秦桂林捂着屁股，别别扭扭地走过来：叔，这里人多，你下手轻点，给我留点面子。秦冉龙直接揪住了秦桂林的耳朵，一脚踹上了他的屁股。哟，哎呦！秦桂林一躲，耳朵顿时被扯得生疼。
秦冉龙仍旧揪着耳朵不放，一脚接着一脚地踹上去，边踹边骂：你还知道要面子？你年纪轻轻，要什么面子？纵秘是看得起你，还敢跟老子提要求？你这扶不上墙的样子，以后总把秦家交给你。听到最后一句话，秦桂林的眼睛都亮了，也不觉得屁股疼了。叔，秦家以后要交给我。秦桂林简直被巨大的惊喜击中了。秦冉龙还在没好气地踹着骂着：你要是能一直跟小无忌是兄弟，这秦家就肯定是你的。问题是，你能吗？秦冉龙把又疼又爽的秦桂林揪回了家。白东河的车子很快也来到了烧烤摊边上。白东河下车之后，对苏无忌躬了躬身，很是尊敬地说道：苏先生，我来接大少爷回家，以防出什么意外。白旭阳没好气地说道：我这酒还没喝爽呢，回去干什么？有无忌和婉星在这里，能出什么意外？少爷，大小姐让我接您回家。白东河苦笑了一下，大小姐离开之前还特意交代了，让您接下来1个月都不能出门。白旭阳看了看苏无忌和江婉星，说道：那我要是走了，这儿不就只剩你们俩人了吗？江婉星毫不客气地回了他一句：这顿饭本来也是我跟无忌俩人吃的，从头到尾就没叫你们。苏无忌笑着说道：说真的，你最好待在房间里别出来，不要给莫雷蒂制造车祸的机会。这个赏金猎人名气很大，可不是闹着玩的。无忌，你说话我信。白旭阳说道：那我先走了，等这事儿过了，我再约上白木哥，咱们一起吃个饭。都什么时候了，他还惦记着给自己姐姐下药呢。苏无忌说道：我有跟你姐那个老女人吃饭的功夫，跟婉星吃不香吗？江婉星笑颜顿时舒展开来，一如此刻的凉爽晚风。他说道：白旭阳，你听见了吗？无忌不喜欢你姐，以后不要瞎撮合。等白旭阳恋恋不舍地离开，江婉星才顺手拍了一下苏无忌的胳膊：人都走了，咱们俩终于能吃一顿清静点的饭了。是的，闹了这么一场，烤串都要凉了。苏无忌说道：你在对付那个周青家的时候简直飒爆呢，等这航星公司明天把钱打过来之后，我分你一半。江婉星说道：那可别，我是国家公职人员，要你的钱可说不清了。随后他轻轻低头，看似是在吃串，实则在心底补充了一句：只有老婆才能要老公的钱，我还不是你老婆呢。这个时候，江婉星的手机响了起来，一看来电，居然是小姨方千雪。江婉星嚼着烤串说道：方千雪，你这么晚找我做什么？你在干什么呢？方千雪笑眯眯地问道：在和小渣男一起吃饭。江婉星看了苏无忌一眼，起身走到了一边。你这女流氓乱讲什么呢？方千雪说道：我跟你讲，你那个小渣男还真是够威武的，闹腾了这么一场，把魏家和林家拉下马，首都有不少人都开始议论这个名字了。江婉星听到小姨在夸苏无忌，顿时眼睛弯弯，她巴不得对方多说两句。方千雪又说道：你说这个小渣男不会是某个尹氏家族的小少爷吧？怎么只是稍微一亮相就搞得风卷云动的呢？江婉星想起了暗影天王，唇角轻轻翘起。说不定人家是靠自己的双手打拼出来的呢。要不你把电话拿给小渣男，我直接问问这小子。方千雪说道。切，我能不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江婉星的俏脸一下子热了起来，说道：挂了挂了。你怕什么？小姨我又不跟你抢男人。江婉星，给你1小时，你要是不回来，我就去6环的烧烤摊找你。方千雪说道。江婉星的美眸一瞪：
方千雪，你找人跟踪我？哪里还用得着跟踪？白旭阳告诉我的。方千雪微笑着说道。我跟你讲，我留给你1小时，足够你吃饭和往回赶的了。快点，小姨在家里等你哦。方千雪这时间是经过所谓的精确计算的。挂了电话之后，她窝在床上，笑眯眯地说道：年轻人火力旺，时间久，我就给了1小时，绝对不够他俩发生什么的。结婚之前，我得千方百计地帮江婉星守身如玉。方千雪这对男人的时间还是不够了解啊。谁说年轻就一定久的？果然1个小时之后，江婉星回来了。她走进方千雪的卧室，没好气地一掀被子，说道：方千雪，你是不是单身久了憋出毛病来了？我好不容易放松放松，跟无忌吃顿饭，你就非得打断。方千雪立刻从床上跳下来，扯了扯身上的黑色的深 V 蕾丝睡裙，光着脚跑到了江婉星的面前。行走之间，柔韧的腰肢和丰腴的臀腿曲线形成了动人的律动，白色的浪花大片涌动。我还不是为了你好，怕你激素上头做出什么冲动的事情。方千雪说着，上来就要解开江婉星的腰带扣。来来，快点把裤子脱了，让我检查检查。江婉星连忙抓住腰带。方千雪，你检查个屁啊！方千雪正专心拽裤子，经江婉星这么一说，似乎被提醒到了，一拍手：对了，屁股也得检查，你们现在年轻人玩的花。江婉星气得把方千雪横抱而起，直接重重丢在了床上。方千雪在床垫上弹了好几下，浑身的肉都在颤，某些和弹鱼软有关的地方简直都快要跳出来了。方千雪，我是没把手铐带回来，不然肯定现在就把你铐在床头。江婉星咬牙切齿地说道。方千雪笑眯眯地说道：都懂得手铐的其他用法了，你看，我就说你们年轻人玩的花。砰！江婉星把门重重关上了。她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把房门反锁好，脱去衣物，走进了浴室。江少校洗澡的时候，一贯都是雷厉风行，几分钟就能够搞定。可今天偏偏有些心神不宁，一个澡洗了半个多小时。不知道为什么，方千雪的那些话总在他的耳边萦绕，让江少校感觉自己的某些地方在微微发热。而这发热的区域被淋浴的细密水流一冲，无疑相当于产生了外部的刺激机。那一种悸动之感，以往很少在他的身上出现。江婉星平时的身体素质极好，可这时候也是身形一颤，下意识地扶了一下墙，以保持身体的平衡。怎么搞的？他咬了咬嘴唇，把淋浴的开关反向拧到了最底，从花洒里立刻喷出了凉水。冷静多了。当微凉的水喷洒到肌肤上之后，江婉星长出了一口气，俏脸却已然布满了动人的绯红。好不容易洗完了澡，江婉星竟是有种明显的疲惫感，仿佛刚刚进行了一场体力运动。擦干身上的水珠，走到镜子前，她便看到了镜子里的江蜜桃。那肌肤无比细腻，虽然有些容易暴露在外的区域呈现出了小麦色，但每一处皆是健康的痕迹，尤其是桃桃的轮廓，简直完美到了极点。只有看到此刻的江婉星，才会明白什么叫做拉满的性张力。这时候，江婉星的目光落在了洗手台的绒布小盒子上。老苏家的传家宝。洗澡的时候，江婉星怕方千雪那个疯女人闯进自己的房间里乱翻一通，于是便把这珍贵的翡翠镯子拿进浴室来了。想了想，江婉星小心翼翼地把盒子打开。人生中
第一次将这翡翠镯子戴上，触感温润，并不冰凉，就像是触碰到了一层光滑的凝脂。看着镜中没穿衣服的自己，看着那翠绿欲滴的颜色，江晚星已是霞飞双颊，细腻的肌肤，近乎完美的曲线，和这镯子无比搭配，真好看。江晚星自言自语，也不知道他这句话夸的究竟是镯子还是人。紧接着，江晚星鬼使神差地抬起了一条腿，踩在洗手台边缘，很撩人的动作。然后他拿起了手机，对着大腿试了好几个角度，才拍了张照片。江晚星主动把照片传给了苏无忌，然后配了一行字：刚洗完澡，看看你的。做完了这一切，江晚星的俏脸已经红透了。他看着镜中那个的自己，眼光如一泓温柔的秋水，随后伸出双手，掌心贴着滚烫的双颊，轻声自语：江晚星，你没救了。苏无忌此时还并不清楚，老苏家的传家宝究竟给自己形成了多么猛烈的助攻。他从邵永阳那里借了一台国产越野车，此时已经驶出了首都，再度前往了位于北河省与联东省交界处的东环山。苏无忌看了看方向，问道：崔西，你的消息靠谱吗？崔西得意洋洋的声音从电话那边传来：当然靠谱，信我的准没错。你忘了本天王是干什么的了？苏无忌：你是专门干任务工会中介人的。崔西嘿嘿一笑：你这么说倒也没错，谁让我在这方面的能力无比强大呢？苏无忌问道：所以华夏那个幕后主使者用东环山地下赛车事件引出了莫雷蒂，但我不明白的是，这家伙都已经拿过世界分站赛的冠军了，为什么还要万里迢迢来华夏参加这么一场地下赛事？在半小时之前，崔西电话告诉苏无忌，说在华夏的东环山将会举办一场规格很高的地下摩托车赛，而这一场车赛对于极其喜爱赛车的莫雷蒂有着极大的诱惑，对方极有可能是因为这事儿才来华夏。崔西说道：不，真正吸引莫雷蒂前来的不是东环山地下赛事，而是他曾经在几年前连续输过的神秘车手东方叶妹。东方叶妹是谁啊？苏无忌问道。是一个超级神秘的车手，曾经在世界上几大地下赛事都拿过冠军，已经3年没有出现了。莫雷蒂哪怕在公开比赛上成绩很好，可一样被东方叶妹斩于马下好几次。人们推测，这个叶妹应该就是来自于东方，极有可能是华夏人。崔西接着说道：现在战胜叶妹已经成为了莫雷蒂的执念，他甚至曾经对中介人放言，如果在下一次比赛中战胜不了叶妹，那么就杀死他。那些在某一领域做到极致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怪癖或是执念，顶尖杀手更是如此。这些人的怪癖多到不可想象。莫雷蒂在引以为傲的赛车领域连续输给了东方叶妹好几次，这件事情已经快要成为他的心魔了。所以莫雷蒂才会对那个深受他信任的中介人说出这样的话来：战胜或杀掉。如果不突破这一道心理屏障的话，这个大名鼎鼎的赏金猎人这辈子干什么都会提不起劲来。而这一次，据地下赛事组织者说，消失了3年的叶妹会再次出战，所以不只是莫雷蒂来到了华夏，很多知名的地下赛车手都云集于此。但这件事情有一个信息不对称的点在于，尽管莫雷蒂早就是东方叶妹为眼中钉，可是无论是其他车手还是叶妹本人都不清楚这一点。
关于这个执念，莫雷蒂只对那个中介人提到过。最关键的是，从赛事组织者到所有的参与者都不清楚，在黑暗世界里大名鼎鼎的赏金猎人莫雷蒂就是车手之一。东环山区的道路十分复杂，全程跑下来要接近2个多小时，对于骑手的驾驶技术和意志力都是极为严峻的考验。苏无忌并没能从崔西那里拿到莫雷蒂的真实画像，这家伙极其谨慎，哪怕是在与中介人做那种事情的时候，也是戴着假发和龟皮面具的，从来不露真容。崔西说道：据中介人说，莫雷蒂的身上没有纹身，胸毛很多，身高1.8米左右，那玩意竖起来大概18厘米。苏无忌一阵无语，你这消息说与不说根本没有任何的区别，我总不能到了赛车场一个个的把他们裤子扒下来撸直了再变鸡食人吧。说出这句话之后，苏无忌忍不住的泛起一身鸡皮疙瘩，这画面可太美了，想都不敢想。崔西笑道：我今天晚上和中介人还有一个美丽的约会，如果还能套出什么重要信息来，到时候再告诉你哦。苏无忌：我现在无比希望你在床上能再神勇一些。崔西嘿嘿一笑：放心，我吃了药的，西地那非和达博西汀的混合双效加强版，特地托人从海德尔带的，法克收多了，祝你好运。意识到了说错话之后，崔西立刻挂断了电话。苏无忌倒是不关心崔西吃了多少药，他现在满脑子都是想着该如何提前找出莫雷蒂。赛事是在明天凌晨1点钟，如果在此之前找不出来莫雷蒂，那么苏无忌自己就得报名参加了。这地下赛事还有一个专门的 IP， 可以用来报名和观看赛事直播。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可以在 APP 上直接下注。开了整整1夜的车，到了早晨8点，苏无忌才到达了距离东环山最近的县城自兴县。他这次并没有随便找个地方凑合睡一觉，毕竟很久没骑摩托车了，必须好好休息，调整状态。因此，苏老板选择了自兴县城里唯一的一家5星级酒店。没想到，这酒店楼下的豪车还不少，大部分都是外地牌照。苏无忌还看到了几台首都牌照的厢式货车，用脚趾头都能猜出来，里面装着的必然是昂贵的摩托赛车。办理入住之前，苏无忌忽然起了个心思，他发了个消息给艾米拉：小雀斑，帮我查一下自兴县清风大酒店的所有住客名单。让他意外的是，这酒店几乎满房了，就剩下了2间行政套房还空着。他问向前台小姑娘：平时这酒店都这么多客人吗？小姑娘回答道：平时不会，也不知道这2天怎么这么多人，而且门口来了好多豪车。呵呵，行谢了哈。苏无忌没有多问，拿着房卡上了楼。他打开了那个地下车赛 AP， 也给自己报了个名，还用了个假名字西方白妹。之所以给自己起这个恶趣味的参赛假名，就是为了引起东方叶妹和莫雷蒂的注意。10分钟后，艾米拉便把住客名单发到了苏无忌的手机上。苏无忌一个个的核对过来，并没有发现熟悉的华夏名字，倒是看到了好几个眼熟的国外车手名字。苏无忌早年经过长时间的特训，精通任何交通工具的驾驶技巧，再加上夸张的平衡性，因此参加地下摩托车赛不在话下。但他知道，自己这次面对的可是拿过世界分站赛冠军的莫雷蒂，哪怕这家伙的实力已经步入巅峰期，
但在地下赛事也仍旧是王者级的存在。苏无忌想要跑赢这种专业超级车手，可能得70%靠运气，30%靠疯狂了。苏无忌简单的冲了个澡，便给小庞打了个电话。小庞，把车子送来清风酒店，然后你随便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对了，记得把家伙藏好呢。小庞说道。老板，你这次买摩托车，财务又不爽了？苏无忌咧嘴一笑。不爽就先憋着，让他乖乖等上一会儿，等老板马上就让他爽一把。小庞说道。那以后见到财务，是不是得喊他老板娘了？苏无忌一瞪眼。你为啥要喊他老板娘？小庞的语气很认真。你说要让他爽。他不想搭理小庞了，打开手机，果然能让财务好好爽一把的消息已经发来了，净账5000万，转账人正是航星安保公司。苏无忌留给丁英义的账户是皇后酒吧的公户。还行，我冉龙叔的面子不小，说句话就能值个5000万。苏无忌咧嘴一笑。他并不知道，这已经是行星安保的董事们在事后对秦冉龙轮番道歉之后的结果了，不然的话，这数字起码还得乘以2。紧接着，财务也发来了一条消息，内容是：老板，我们怎么收到了这么多钱？你把自己卖了？苏无忌嘿嘿一笑，回复道：本老板是不是很厉害？是不是厉害的让你五体投地，崇拜的只想喊爸爸？财务回道：你对我这样讲，我就告诉我爸爸。苏无忌大惊失色，连忙打字：别，可别告诉你老爸，本老板跟你开玩笑的吗？哈哈哈。满屏幕的尴尬，财务只回了2个字：呵呵。苏无忌把手机一丢，没好气地说道：等见了面我就让你知道知道，到底谁才是老板，到时候把你屁股打疼了，可别嫌本老板手太重。随后他用被子蒙住头，之前开了一夜的车，此时很快便进入了深度睡眠。而就在苏无忌睡觉的时候，在他隔壁的最后一间行政套房也住进来了一个人，看样子是个女人，穿着高领风衣，拖着2个大行李箱。女人进屋之后，摘掉了帽子和口罩，露出了一头秀发，坐在沙发上，望着窗外，小口地喝着矿泉水。从行政套房的窗户，正好可以看到远处东环山的起伏山峦。这秋日的远山显得稍有萧索的气质，趁着这远望的姑娘也有些寂寥。她一直看了10几分钟的风景，似乎觉得有点累了，才走到了卫生间，准备洗漱补觉。只不过在洗脸之前，她摘下了一张极为轻薄的龟皮面具，将之轻轻放在了洗手台上。原来在办理入住的时候，这女人用的根本不是真容。洗完脸之后，这女人便靠在床头，打开了地下赛事 APP 的报名界面。她先看了看已经报名的参赛选手，已经有好几个熟悉的手下败将映入眼帘。这些名字并未吸引她的关注，她的目光落在了一个4字名字上：西方白妹。这女人摇了摇头，真是恶趣味的玩笑。她……随后她点击报名对话框，输入了自己的信息：参赛姓名东方叶妹。晚上8点钟，这清风酒店开始出现了难得一见的奇景。酒店住客们纷纷下楼，停在门口的豪车、货车和拖车全部朝着东环山的方向驶去。而那些货车和拖车上，
装着的全部都是昂贵的公路摩托车。苏无忌并没有和这些车手一起动身，他早在3个小时之前就已经戴着口罩，亲自开着一台小货车到达了比赛地点。比赛地点距离清风酒店只有不到1个小时的车程。他之所以去这么早，就是想要勘察一下路线。苏无忌这种路线勘察的目的和其他车手还是不一样的，他就是想找找什么地方最适合动手，方便的话直接把莫雷蒂解决了事。到了夜间12点，山路的入口段已经人声鼎沸了。月光有些暗淡，但并不影响山间的照明，数不清的车灯已经亮起，甚至还有不少篝火堆已经燃起来了。巨大的音乐响彻夜空，轰油门的声音此起彼伏。数十个赤着上身的纹身壮汉手持甩棍来回走着，维护着赛前秩序。穿着露脐装和超短裙的女孩则是端着登记表和饮料在人群中穿梭。哥哥，请登记一下参赛姓名。一名穿着比基尼的辣妹走到了始终戴着头盔的苏无忌面前，胸口的大片红玫瑰刺青极为惹眼。苏无忌清了清嗓子，让自己的音色出现了些许变化，随后咧嘴一笑：妹子，你这纹身挺特别啊，改天让哥哥好好欣赏欣赏。那姑娘递过来一支笔：不用等改天，今晚过后，只要哥哥能顺利冲过终点线，我就可以让你欣赏哦。苏无忌在报名表上签下了西方白妹之后，便随手把笔插到了那姑娘胸口的沟沟里。搞定。他还顺手在对方的超短裙上拍了一下。后者对他眨了眨眼，眼神里电光流转，随后找出了一个带有西方白妹名字和号码的参赛牌，紧紧贴在了苏无忌的后背上。紧接着，这辣妹便走到了旁边1米处的一名车手身前。这个车手正看着苏无忌后背的参赛牌呢。此人也是一直戴着头盔，穿着厚重的赛车服，完全看不出来长相，连男女都分不出来。这辣妹把签字笔递给这位高冷车手，后者抬手在东方叶妹的名字后面打了个勾。是。这姑娘大惊，原来您就是东方叶妹。东方叶妹，这是一个在地下车赛中如同传奇一般的名字。这个天才车手曾经在德国巴伐利亚地下车赛中横空出世，连续数次获得欧洲几大车赛冠军，把一众地下赛车大佬都斩于马下。在东方叶妹还是新人的时候，这位车手便重金在自己的身上下注，然后完美夺冠，近乎直接掏空奖池。而现在在这个地下车赛的 APP 上，叶妹哪怕已经3年没参赛，夺冠赔率仍旧高居第一。所以这个身穿比基尼的辣妹才会如此失声惊呼。她这么大声一喊，引起了周围一大片的注意，甚至连一些轰油门的声音都停了下来。苏无忌的目光立刻看过去，他没想到居然这么巧，大名鼎鼎的东方叶妹就站在自己的旁边。他立刻走过去，笑眯眯地说道：嗨，你好，东方叶妹，我是西方白妹。东方叶妹压根没理他，显得很高冷。那比基尼辣妹缓过神来，找出印有东方叶妹的参赛牌，毕恭毕敬地贴在了这位传奇车手的后背上。苏无忌戴着头盔，东方叶妹也是一样，后者的头盔面罩甚至还是黄色偏光的材质，连眼睛长什么样子都看不清楚。你就是东方叶妹，呵呵，我想打败你，已经想了足足3年了。这时候，一道粗声粗气的声音响起。此人名叫哈尔茨，
德国人，曾经也闯进过巴伐利亚地下车赛的前3名。那一次比赛，第1是东方叶妹，第3是哈尔茨，而第2名则是叫黑色闪电。这些车手们都不知道，这个黑色闪电的本尊就是莫雷蒂。而这一次报名，谨慎狡猾的莫雷蒂甚至没有用上黑色闪电的名字，他只为了战胜东方叶妹，突破自己的心理魔障，而不是要把黑色闪电的战绩证明给所有人看。所以，如果黑色闪电的名字出现在参赛者名单上，那么苏无忌大概率能猜到，这个拿过巴伐利亚地下车赛第2名的家伙就是莫雷蒂。东方叶妹并没有理会这个哈尔茨，仍旧是低头检查着车子。呵呵，我这次一定会打败你。哈尔茨冷笑着说道，眼睛里满是挑衅。然而东方叶妹仍旧没有回应，被接二连三的无视，哈尔茨有些愤怒，他用德语骂了一句。这句话在德国是很脏的，用信达雅的方式翻译成委婉些的汉语，就是你是1000个父亲生出来的杂种。东方叶妹似乎听不懂德语，手上的检查动作仍旧是没有任何的停顿。然而苏无忌却走了过去，重重地拍了一下哈尔茨的肩膀。这一下力道十足，哈尔茨感觉到肩膀仿佛受到了巨力撞击，顿时满脸怒容。毕竟如果肩膀受伤，胳膊使不上力，是很影响接下来的比赛状态的。然而这哈尔茨才刚刚转过脸，苏无忌就已经顺手拿起了旁边一台车子的头盔，重重砸在了他的脸上，结结实实。砰！咔嚓！这哈尔茨的鼻孔里立刻冲出了2道鲜血，鼻梁骨直接被头盔砸断，他的眼前一阵阵发黑，眼泪、鼻涕和鼻血全都涌出来了。混蛋，该死的杂种！哈尔茨开始用德语骂人了。他刚想要对苏无忌挥拳，可是后者拿着头盔又是狠狠一抡，咚！一声闷响过后，这哈尔茨的脑门中招，前冲的身形戛然而止。随后他翻着白眼，直挺挺地倒下。这个场景让周围寂静了下来。在过去的3年里，哈尔茨真的很猛，连续拿了好几次地下车赛的冠军，最差也是第3名。然而这都是在东方叶妹没有参赛的情况下，所以哈尔茨自己也憋着一口气呢。可现在比赛还没开始呢，高居夺冠赔率榜第2位的哈尔茨就被人打晕过去了。然而苏无忌还觉得不解气，又抡起头盔往哈尔茨的胸口和腹部连续砸了好几下。一边打，苏无忌还一边看似义愤填膺地说道：让你辱骂我的偶像，这就是下场。哈尔茨的胸骨和肋骨也妥妥的要骨折了。现场有很多比基尼辣妹在用手机直播着，苏无忌殴打哈尔茨的画面也被清楚地拍了下来，这让直播 APP 上很多对哈尔茨下注的赌客们气得直骂娘。毕竟这个地下车赛霸王条款很不讲理，如果有选手因不可抗力而提前或者中途退赛，那么在他们身上下注的钱是不退的，毕竟这也是赌博的一部分。苏无忌把哈尔茨干翻在地，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东方叶妹本人也往这边看了一眼，但仅仅是一眼而已，她就继续检查赛车的状态，似乎对此并没有多大的兴趣，更没有一丁点对这位西方白妹表示感谢的意思。有一些选手都开始对苏无忌鼓掌了。
其实他们内心里还挺希望哈尔茨退赛，这样大家的排位都可以上升一名，可以多分不少的奖金。这些人常年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巴不得事情闹得再大一点。毕竟赛车、暴力还有性，这三者是最搭配的。已经有外国车手开始和自己的女伴狂热地拥抱在一起，那长满汗毛的大手眼看着都要伸到人家的裤衩子里去了。要是这比赛在西方举办，很多车手在拿到奖金之后，说不定都要当场开趴。苏无忌高声说道：各位，我恰好能听得懂德语，我恰好又是东方夜魅的超级粉丝，所以在华夏的土地上，你们最好老实一点，不然我真的有可能让你们有来无回。哇哦！有好几个华夏的车手已经开始欢呼和吹口哨了。赛前斗殴虽然并不违规，但绝对不能过火。可是在苏无忌用暴力手段放倒了2号种子之后，那些负责维护赛事秩序的壮汉们并没有一人上前来控制住苏无忌的，似乎这边的冲突和他们没有任何的关系。他们只是默默地把哈尔茨抬到了一边，还把他的摩托车推走了，省得碍事。那些车手们见状纷纷猜测，这个名叫西方白妹的家伙说不定是主办方安排全程保护东方夜魅的，想战胜夜魅就得先搞掉这家伙。苏无忌走到了东方夜魅的身边，用胳膊肘戳了他一下。为我帮你出了头，你也不对我表示一下感谢。夜魅根本没搭理他，而是坐上了车子，轰了几下油门。苏无忌拍了拍对方的肩膀，说道：夜魅兄弟，这次情况不一样，别跑太快，当心枪打出头拧。东方夜魅仍旧没回应。我是为了你的生命安全着想。苏无忌凑近了，小声说道：这群车手里混进了一个赏金猎人，已经盯上你了。这一次东方夜魅手上的动作稍稍一停，终于转身看了他一眼。不用谢我兄弟，注意安全。苏无忌重重地拍了夜魅的屁股一下，转身跨上了自己的车子。挨了这一下，东方夜魅的身形微微一震。穿得这么厚。苏无忌回想了一下刚刚的手感，小声嘀咕了一句。来到了出发点前，找到了自己的发车位置。一共72名车手参赛，每排10人。苏无忌是第一次参赛，发车点在最后一排。他这一排只有2个人，另外一个穿着很专业的赛车服，一看就极为昂贵，和苏无忌身上这一套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哥们挺有钱啊。苏无忌看了看旁边车手的爆改川崎，说道：你叫什么名字，交个朋友。这车手对他比了个中指。嘿，真是不友好啊。苏无忌看了看这车手的后背，参赛名字叫做罪恶慕尼黑。由于东方夜魅已经3年没参赛，之前的积分早已经过期，现在发车点已经退到了倒数第2排，恰好位于苏无忌的正前方。巨大的嗡鸣声响起，数十架无人机已经飞上了夜空，准备拍摄这次比赛的全过程。随着一声发令枪响，比赛正式开始。整个东环山区的面积不小，如果完整的跑一圈下来，要将近2个小时，海拔落差最大处可达1600米，中间还有几十个发卡弯。这是夜间，赛事主办方也没有进行清场，如果有车手恰巧撞上了夜间进山的大货车，那也只能自认倒霉。车手一排排的发车，轮到东方夜魅第7排出发的时候，第1排的车手已经冲出去很远了。不过这种地下赛事，车手水平都很参差，
对于有实力的顶级车手来说，他们有的是机会在2个小时的赛程里弥补出发时的劣势。东方叶妹的赛车性能明显极强，瞬间就追上了前面一排的车手，完成了精彩的超越。欢呼声再度响起。在东方叶妹超车的时候，这最后一排的2个人终于发车了。而那个罪恶慕尼黑的技术也很厉害，一个直线爆冲，瞬间把苏无忌甩在了身后。苏无忌也不急，在倒数第1的位置上待了足足5分钟。前面就是第一个90度弯之后，东方叶妹和罪恶慕尼黑的速度皆是骤减。因为有的车手对地形不熟悉，压弯失误摔倒，引发了大规模摔车，起码倒了20几人，还有好几个冲下了山坡，翻滚出老远，是死是活都不知道。苏无忌从凌乱的车子里迅速穿过，和东方叶妹并驾齐驱。至于罪恶慕尼黑，已经领先他们10几米了。你别跑太快，苏无忌喊道，记住我的话。没想到他喊了这么一嗓子之后，东方叶妹的身形忽然趴低了一些，直接来了一个爆冲，瞬间就把苏无忌和一众车手甩在了后面。前方是一段大直线山路，是靠赛车性能完成超车的好地方。真是作死啊！苏无忌没好气地骂了一句，选择加速跟上。1小时赛程过去，发车劣势的罪恶慕尼黑已经冲到了第2位，而东方叶妹则是处在第4名的位置上。而就在前方过一个发卡弯的时候，罪恶慕尼黑忽然趁机扭过头，对着东方叶妹做了一个割喉的手势。也不知道东方叶妹有没有看到这个挑衅意味极强的动作，只是趁此机会，这位传奇车手忽然加速，以一个不可思议的压弯动作，瞬间超越了前方的3个人，直接飙到了第1位。直播间一片惊呼。3年过去，东方叶妹不仅没有半点退步，反而更强了。然而这时候，那些看客们的惊呼声再起，因为在下一个惊险的 S 弯里，一个身影以反常规的动作，瞬间连超数人，甚至干脆利落地超越了东方叶妹，冲到了第1名。这一刻，东方叶妹赫然看到对方的后背上贴着4个大字：西方白妹。这场赛事的超级黑马诞生了。这怎么可能？我的天啊，这是人类的操作吗？刚刚他和地面都快平行了，却还能保持这么恐怖的速度。随着苏无忌瞬间超越了罪恶慕尼黑和东方叶妹，在 APP 的直播间里，弹幕数量直接暴涨。这个西方白妹是何方神圣？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她，能做出这么极限的压弯动作还不翻车，简直违反了常理。这样的车手怎么会是籍籍无名之辈？然而此时却有一条弹幕发现了某些真相。那个罪恶慕尼黑的超车动作像极了消失了2年的黑色闪电。记得以前黑色闪电也是这样和东方叶妹较劲的。没错，这个化名罪恶慕尼黑的车手正是莫雷蒂。此刻这位赏金猎人已经恼火之极，干掉东方叶妹只是下策。如果可以选择的话，莫雷蒂当然更愿意在赛场上堂堂正正地战胜对方，这样才能彻底地破除自己的心魔。刚刚东方叶妹的那个1超3已经让莫雷蒂觉得很惊艳了，然而此刻这个西方白妹居然用如此反常理的动作完成了一连串的超车，直接飙升到了第1位。他怎么可能不翻车？莫雷蒂在心中吼着。他知道
自己如果做出了和这西方白妹同样的压弯加速动作，别提还能超车了，肯定早就摔出赛道之外了。事实上，苏无忌之所以做出这种反常规、反惯性的超车，全靠他对于身体力量的超强掌控。在这种精妙的力量掌控之下，摩托车也被他整个人如臂使指地控制着。一人一车已经形成了一个整体，想把摩托车摆成什么高难度的姿势都可以。师傅和老爸一直让苏无忌练那7个动作，这就是效果的体现。在比赛之前，他还觉得如果要战胜莫雷蒂这种专业车手，得7分靠运气，3分靠疯狂。可很久没骑摩托车的苏无忌，在比赛开始之后，忽然发现这些所谓的冠军车手似乎并没有自己想象中强，甚至东方叶妹也是如此。而苏无忌的劣势主要是出在赛车的性能上，尤其是在大直道上的瞬间加速，他的车子还是要稍稍弱上一些，但东环山的弯道极多，性能的劣势完全可以靠他的技术轻松弥补。然而在几个连续的弯道过后，东方叶妹居然超了上来，有2个动作同样做到了反常规。莫雷蒂居于第3名，和前2名的距离一下子被拉开了。他恼火之极，想尽办法开始超车。然而时间又过去了大半个小时，莫雷蒂始终没有缩短和前2名之间的距离。这是技术上的碾压，让他束手无策，完全找不到任何的突破口，心中是满满的挫败。该死！莫雷蒂气得大骂，眼睛里很快浮现出了狠辣之色。看来只有采用最后一个办法了。他对着头盔里的通讯器说道：那个最高的弯道就要到啊，你们准备好了。这大半个小时里，苏无忌一直和东方叶妹超来超去。他也很是意外，对方的赛车性能本来就很强，此刻还近乎与摩托车结为一体，那种反惯性的超车动作真的和苏无忌很相似。难道说这货也是个练家子？苏无忌这才明白为什么对方不把自己的提醒当成一回事，实在是因为这家伙的实力太强了，说不定现在仍旧是在有所保留。一愣神，东方叶妹又用出了一个离谱动作，完成了超车。前方眼看着就要到东环山公路的最高处了，这是最难的连续弯道，过了这几处大急弯，就到了下坡直道，可以朝着赛道终点加速冲刺了。2台摩托车齐齐加速，小庞的声音在通讯器中响了起来：老板，有一台满载钢筋的货车在1分钟前停在了山顶公路上，灯光全熄，如果你们继续这样开，会来不及刹车，直接撞上钢筋，被当场插死。妈的，小庞的你不早说！苏无忌喊道。小庞说道：老板，又从对面驶来了一台越野车，熄灭了灯光，停在了货车旁边，把对向车道也堵住了。前方车道全部被堵死了。这一刻，周边所有的无人机全部受到了信号干扰，直播视频也变成了一片雪花。看到最精彩的时候，结果却突然没了信号。那些观看地下车赛的人们一个个全在骂娘。然而这时候，东方叶妹已经用一个不可思议的过弯姿势加速冲进了弯道。傻逼刹车！苏无忌就算是扯破了嗓子喊他，对方也根本听不见。若是以这个速度撞上那些钢筋，必然浑身千疮百孔。后方的莫雷蒂已经减速了，苏无忌只能也跟着东方叶妹一起加速冲进了弯道。可就在这一刻，对向车道
忽然亮起了2盏远光灯。这是改装过的氙气大灯，此刻陡然亮起来，简直犹如在夜色之下升起了2轮小太阳。这样的强光简直能达到致盲的效果，根本看不清正前方还停着一台装满了钢筋的大货车。东方叶妹在眼看着要出弯的时候，心中升起了一股危险的感觉。这个地下赛事的传奇车手，在强光亮起来之前便提前选择了减速。但是哪怕杀到死，此时的车速仍旧快得惊人。车身倾斜，和地面呈45度，撞进了茫茫的光圈之中。东方叶妹只以为对向车道有着一台突然打开了远光灯的车子，却没想到在自己的正前方还停着一台装满了钢筋的大货车。当他发觉的时候，已经完全来不及了，近在咫尺。哪怕自己穿得再厚，此刻也根本不可能挡得住这种力道下的尖锐穿刺。这绝对是个精心制造的谋杀场景。东方叶妹的身体被巨大的惯性按在车身上，就算是想要跳车逃跑，也根本无法发力。这一刻，这个传奇车手忽然想起来那个西方白妹提前警告自己的话，怎么就这么自负？为什么没听他的话呢？看似电光石火的刹那，东方叶妹的脑海中却涌现出了许多念头。然而在这千钧一发的一刻，东方叶妹忽然感觉到一股巨大的力量传来，自己的身体居然离开了车子。她被搂住了后腰，腾空而起，扑向了山路之外。唰！当扑出的刹那，她的头盔和货车边缘的钢筋显枝又显得擦了一下，差点被戳碎。下一秒，2道剧烈的撞击声便响起来了。2台失去了控制的摩托车接连重重撞在了货车尾部。轰！紧接着，东方叶妹的那台摩托车便发生了爆炸，一大团火光在夜色之下爆发出来，燃起了象征着死亡的烈焰。在爆炸发生的一刹那，小庞手里的狙击枪也扣下了扳机。砰砰，接连2声枪响，这2台车的驾驶员被当场打死。爆炸声很好地掩盖了枪声，然而莫雷蒂却听出了异常。他此时已经进入了弯道，根本顾不得去查看前面的事故现场，便立刻用一个高难度动作调转了车头，朝着反方向加速逃离。在逃离的时候，他的身子完全躲到了摩托车的另外一边。砰！小庞又开了一枪。由于莫雷蒂整个人都缩到了车子的另一侧，所以这一枪只是打爆了后轮胎。但饶是如此，高速行驶的瞬间爆胎还是让这台摩托车失去了平衡，朝着前方翻滚而去。这一刻，莫雷蒂也跟着车子一起在地上接连翻滚了20几米，直到脑袋重重地撞到了一侧的山壁，才终于停了下来。此时在300米之外埋伏着的小庞已经完全失去了开枪角度。莫雷蒂用右手艰难地摘掉了头盔，感觉眼前一阵阵发黑，头晕目眩。此时这头盔已经布满了裂纹，而他的左手已经明显的扭曲变形了。刚刚撞上山壁的那一下，如果不是头盔抗下了绝大部分撞击，莫雷蒂的脑袋怕是都要爆开了。喘着粗气，莫雷蒂只感觉到自己浑身上下无处不疼，就连呼吸都让胸腔产生一种火辣辣的灼痛感，不知道骨头到底断了多少根。从高速行驶的摩托车上摔下来，此刻能保下一条命都已经万幸了。
你们情况怎么样？你们情况怎么样？莫雷蒂艰难地呼喊着同伴，然而却没有人给他回应。他这才发现自己的通讯器早就不知道被撞击甩到哪里去了。没想到自己居然还遇到了埋伏，这让莫雷蒂十分恼火。由于后面的车手已经被他们3人甩出去很远了，这一会儿都没有车子经过。莫雷蒂也不在原地等着，而是拖着受伤的身体艰难地走下了公路，一瘸一拐地消失在了茫茫的夜色里。这时候苏无忌撑起了身子，喘了一口粗气。他抱着东方叶妹已经从山上翻下来了上百米。在这个过程中，即便翻滚的速度很快，但苏无忌居然还能来得及用那7个动作所形成的力量运转体系来卸力保护自己。而让他觉得很神奇的是，东方叶妹的厚重赛车服居然带有自动充气的功能。在翻滚刚刚发生的时候，这衣服便瞬间充气，变得像是宇航服一样臃肿，在翻滚的时候对身体提供全方位的保护。不过2人这一路滚下来，不知道撞到了多少次石头。滚了几十圈后，东方叶妹这充气服也被尖锐的石头划破，终于彻底的没了气。在充气功能失效之后，2人又在山坡上翻滚了20-30圈才停了下来。苏无忌已经尽可能的在保护东方叶妹了，然而在翻滚之时产生的一部分冲击力还是需要对方自己来扛。此时东方叶妹就躺在10米开外的地上，特制赛车服破破烂烂，头盔已经碎了一大半，长发从头盔的碎裂处露出来，随着山间夜风而飘。